嗨，欢迎回来，我是驴子。2024本频道最大的谜团应该就是帮你，你们今年的 Pixel 9评测不拍了吗？这个留言大概有，也太多人问了吧。但是非常感谢大家的敲碗，虽然我们的肝可能不愿意，但看到你们敲碗的留言还是非常窝心啊，感谢各位，久等了。Pixel 9到底测不测？当然会测，怎么可能不测呢？身为少数从台湾首款上市的 Pixel 3、3A、4、4A、4A 5G、5、6、6A、7、7A、8、8A， 一直到我手上的 Pixel 9，每一代都没有错过的频道，怎么可能少了 Pixel 9呢？今年我们来点不一样的，应该有不少观众知道，我们跟 Pixel 的渊源最早开始在台湾没有卖的 Pixel 2。接着 Pixel 3，我们也长期用了好一阵子。那个美好的手机时代 ，Pixel 的存在就像是黑魔法，有一堆想不到的强势特色。不过我相信大家更好奇的问题是，已经到了2024年了，第9代的 Google Pixel 到底好不好用？系统还是原生吗？实际当成主力机的体验究竟如何呢？这期节目我们不只凑齐了今年的4款 Pixel 9全系列，随着 Google 生态链逐渐完整，我们也加码用到了 Google Pixel Watch 3、Buds Pro 2进行实测。今天会先跟大家分享手表，耳机因为才刚到手不久，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，底下留言我随时再补充。总之，今天就是要来分享最原汁原味的 Google 全系列真实体验。准备好，那我们就开始喽。第一个重点，我们还是先从外观看起。但是外观我相信大家都很熟悉了，所以我就不废话，讲实际体验的重点。今年 Pixel 9其中一个我最喜欢的改变，就是经典的 XL 命名正式回归。既然有 XL 的存在，也就意味着今年的 Pixel 9 Pro 系列也回归了2个大小尺寸的 Pro 版本可以选择，不用为了更好的规格而去妥协选择大萤幕的手机了，这点真的好评。某种程度上也是因为 Google 的销量日渐稳定，所以有更多的资源再去负担多开一支手感更好的 Pro 版本，其实蛮替他们开心的。而在外观上，我相信大家都看很多了，应该有不少人都到现场摸过了吧？我觉得这次的外观设计，在看到海报的时候是觉得，有点前卫哦，尤其是我手上的这支 Pixel 9 Pro Fold。但把玩到实机之后，这次 Pixel 9系列，我觉得毋庸置疑，就是自从 Pixel 6大改之后，质感最好的一代 Pixel， 包括雾面背板、亮面中框的质感都够旗舰。另外，这个镜头模组虽然切割得非常锐利，但实际上，如果你会装壳的话，其实装了壳的 Pixel 9还蛮一体的，会是装壳更好看的机种。接着，我们来聊聊 Pixel 9 Pro Fold 这个等于号形状的镜头设计。我觉得我手上这个黑色版本没有这么难懂，看久了还蛮顺眼的啦。但白色版本，至少到今天为止，我还是很想在那个等于后面写上答案。不过这一代的 Pixel 9 Pro Fold 终于是换上了主流的铰链设计，可以做到完全展开。上一代可是不行的哦，也终于消灭了那个非常有创意的整条黑上巴，附赠黑下巴。那时候 Fold 刚上市的时候，我刚好在日本，本来想说直接冲一支带回来开，但后来看完实机，果断放弃，第2代一定会更好。没错，第2代的 Pixel 9 Pro Fold 大概就是3个字形容：社会化了。不仅回归更加主流的外萤幕比例，拥有超薄机身，换上主流的铰链和内萤幕设计，虽然少了些突破和特色，但跟着前辈走，绝对不会偏离太多。实际上手后，我觉得 Pixel 9 Pro Fold 几乎大部分的选择都对了，不过有2个关键性的选择，我觉得 Google 未来还是可以再思考一下的。首先，我想先聊聊手感。Pixel 9 Pro Fold 的手感，以我们工作室的所有伙伴的手来说，都显得有点太大了。但大并不是指萤幕的尺寸大，而是宽度真的太宽了。Pixel 9 Pro Fold 的宽度来到 77.1mm， 对比主流折叠，像是台湾有上市的 OPPO Find N3， 宽度已经算宽了，但也只有 73.3mm。小米 Mix Fold 4 73.1， 还有我非常喜欢的 Vivo X Fold 3 Pro， 主打旗舰大折，其实也只有 72.5mm。即使是超薄的 Magic V3， 他们也只敢做到 74mm。然后 OG 级的折叠玩家，三星最新的 Galaxy Fold Special Edition， 萤幕变大超多，但宽度也只拉到了 72.8mm， 更不用说 Fold 6只有 68.1mm 了，难怪会被誉为手感之王。所以说回来，我觉得 Google 下一代一定要想办法缩窄。其实你仔细看这个封面萤幕的黑边，
然后左边的金属框架都还能大幅缩减。给大家一个 fun fact， 你知道其实 Pixel 9 Pro Fold 感觉很大一只，但实际上它的外荧幕的实际显示范围只比三星的 Fold 6宽了一点点吗？三星这边就是大幅的缩窄荧幕黑边以及左侧的金属框架，做到极窄手感的，所以是真的有缩窄空间的。反正 Google 明年的 RD 能不能加鸡腿就看手感了。目前的外荧幕宽度就是一定要双手使用的程度，对单手来说绝对是不够顺手的。另外，我们也说过，折叠的内外荧幕是互相绑定的，也就是我们已经讲了5年折叠保内保外的问题。目前 Pixel 9 Pro Fold 的内幕展开后会更接近方形。另外一个 fun fact 就是在展开的形态下 ，Pixel 9 Pro Fold 几乎跟横版的 Fold 6一样宽。所以关于内外荧幕的比例，感觉 Google 可以跟着外荧幕宽度缩窄的同时，一起思考一下最佳的使用比例。不过既然都讲到这边了，我想在开场就先聊 Pixel 9 Pro Fold 3个我印象最深刻的实际使用体验。第一 ，Google 针对折叠的软体细节绝非原生，比想象中好太多了。比如说 ，Google 致敬的折叠前辈拥有类似 Chrome OS 的常驻底部工具列，加上 Google 的动画流畅度一直都调得不错，所以在不同 App 间切换的流畅性很好。如果你有很常同时打开2个 App， 你也可以把它设定成一个组合，加到桌面建立捷径。不过目前这个工具列最多只能放6个 App， 感觉有点不太够，希望可以再斟酌开放。另外，目前大多 App 都只能透过左右并排的方式进行分割视窗，透过预设设计并无法非常自由的排列，像是隔壁棚再多开好几个悬浮视窗。但是除此之外 ，Google 也加入了更多折叠适用的接续设计，比如说 App 内外接续工作，像是原本你在外荧幕看 YouTube， 但是想让荧幕变得更大的时候，直接把荧幕打开 ，YouTube 就会无缝转移到内部。反过来也是可以的。Google 有一个蛮好的设计是，当你把荧幕合上的时候，如果你还想在外荧幕继续使用，只要在外荧幕向上滑动一下，你看内荧幕的画面就会继续在外荧幕显示，不用重开。不过相同的功能在 OPPO 的 Find N3 上面也有，所以代表 Google 也是有在关注目前各家折叠的软体设计的。除此之外，目前 Pixel 也是相容大部分 Google 自家为折叠所设计的软体界面，像是 Google Play、Google 相簿、电话、下拉选单、设定等等，都有做了专为折叠设计的左右分割。不过在第三方软体上，与老玩家还是有一点差异。例如 Meta 旗下的 Facebook 并无法使用到折叠版本的界面，但是 IG 这边就是有的。还是必须说，折叠就是一个非常吃软体体验和生态的产品。如果 Google 想要认真做折叠，那软体生态绝对是 Pixel 接下来需要加倍耕耘的地方。例如，在 YouTube App 目前也已经支援了折叠立架模式，会自动变成上下2块区域，上面播放影片，下面可以控制。但是在目前的界面当中，上面这里会有一整条大黑条，理解是为了避开镜头，但是这个黑条真的有点太大了，无法完全解放 Pixel 内荧幕大这个优势，所以你可以手动旋转180度，这个黑条会稍微缩小一点。另外，这个折叠模式的启动角度也有点太小了，感觉可以再放宽一点。好，众所皆知 ，Google Pixel 虽然是具有收纳夹，也就是双层 App 选单的设计，但是双层架构之下 ，Pixel 一直以来都没有很好的排列系统，所以像是 App 选取排列、快速组成资料夹等等都是没有的。所以应该不少人知道，我本人是收纳控，所有的 App 我都会把它们分门别类的收好。但在 Pixel 上，我已经放弃把我的上百个 App 一个一个拉出来排好。我用了3个月，目前觉得效率最高的做法就是在主画面直接上滑，然后用打字的方式搜寻 App 的名称，这样最快。当然，如果你愿意的话，也是可以一个一个把它排好，但就是要花数倍的时间进行排列。另外，第三方 Launcher 这个我也想过了，但是以折叠来说，并没有特别好用的第三方选择就是了。而在折叠最优势的内外荧幕镜头切换上 ，Pixel 也是全部都有做，包括你可以在内荧幕拍照的时候，同时显示在外荧幕。甚至你还可以在外幕显示动画，吸引宝宝或是宠物看向你的镜头，又或是直接把手机展开，然后直接透过后置镜头进行主镜头自拍、超广角自拍，或是 Vlog 都非常好用。最后来聊聊一些关于 Pixel 9 Pro Fold 的使用小细节。首先 ，Pixel 9 Pro Fold 采用的是实体指纹辨识的方案，也可以设定永远开启，只要碰一下就能马上解锁的好用手势。但是稍微可惜的是，这个电源键和音量键有点太像了吧？然后 Pixel 的又跟大家不一样，把电源键放在音量键的上面，
我用了3个月，还是时不时会误触，主要是2颗按键的手感真的完全一样。Google 或许可以透过加上主人辨识的边框饰条，或是反过来在音量键加上刻纹，做出手感差异，就会好上许多。但是值得称赞的是 ，Pixel 9 Pro Fold 内幕的抗反射處理非常不错，跟 Find N3 不相上下，比 Fold 6明显更好。不过要注意 ，Pixel 9 Pro Fold 的抗反射涂层并不是做在保护贴上面的，也没有在出厂时就贴上可以替换的保护贴。所以如果你额外贴上保护贴的话，这个抗反射效果也是会瞬间消失的。我觉得或许 Google 也可以思考跟入场一样，把抗反射 coating 做在保护贴上面，让保护贴可以替换外，也具有 AR 的效果。好 ，Pixel 9 Pro Fold 的使用体验我先聊到这边，因为其他3支同样精彩，我们一个一个来说。回到 Pixel 9全系列4支，今年4支在机身配置上全部都是维持单实体 SIM 卡加 eSIM 双卡的设计，同样是环保盒装，随附线材但没有充电器。左边3支手机都是维持 IP68 防尘防水，而 Pixel 9 Pro Fold 则是支援 IPX8 防水，没有防尘等级。震动上4款都搭载线性马达，清脆利落，预设的震动强度适中，手感 OK。接着我们来聊聊 Google AI。关于 AI 功能，欢迎搭配 Pixel 8评测，了解去年推出了一系列 AI 功能，而今年 Google 也乘胜追击，又推出了许多 AI。例如，现在你拍完照片之后，感觉画面好像有点拥挤，没关系 ，Google AI 可以再帮你扩张照片。你看，现在 AI 就自动把旁边的画面补上了。又或是你可以把画面上的物件随意摆放位置，例如在跟风景合照的时候，人好像太小了。没关系，只要透过 Google AI 把人放了大一点，然后 AI 就帮你生成一张更加自然的照片。那去除路人，去除一些杂七杂八的物件，这些都是基本就有的，包括先前的魔术橡皮擦、魔术音效、消除背景音等等，对待也全部都有。不过相比起这些，我真心推荐大家可以使用以及熟悉的是画圈搜寻的功能，真的非常好用。其实不分品牌 ，Google 的画圈搜寻真的很好用。比如说你在滑 IG， 想说这个酷东西是什么？没问题，按住底部横条直接圈起来，马上答案就出来了。提醒一下 ，Pixel 9 Pro Fold 是按住左下角的 icon， 好像很多人不知道。又或是你看到不会的外文单字，没问题，直接圈，然后翻译。如果整页都看不懂也没问题，按这里直接整页翻译。还有一个最好用的方式是，之前带着 Pixel 到德国出差，想说这栋建筑物感觉大有来头哦，但是他是谁呀？直接打开相机，按住直接圈，马上就出现正确答案。又或是看到外文菜单，也完全没问题，打开相机，按住直接整张翻译，非常非常实用。我觉得你只要用个3-4次熟悉习惯之后，画圈搜寻绝对是你第一个离不开的 AI 功能，甚至只是单纯拿来翻译和复制文字都非常好用。不知道的事情，按住直接圈，相信我，人生真的会少很多问题。接着，我相信来看帮你评测的朋友，应该都在等我们的 Pixel 9效能实测吧？没问题，那我们就详细来测。今年的 Pixel 9全系列搭载的都是采用3星4奈米制成的 Tensor G4 SoC。不过值得称赞的是，今年 Google 的记忆体容量给的蛮大方的。我们手上的标准版 Pixel 9搭配的是 12GB 的 RAM， 搭配 128GB ROM 的版本。Pixel 9 Pro 是 16GB 的 RAM， 搭配 128GB 储存空间的版本。Pixel 9 Pro XL 则是16加 256GB， 而 Pixel 9 Pro Fold 同样是 16GB 搭配 256GB。好，那我们就先来看 CPU 效能。今年的 Tensor G4 主要还是常规升级核心架构，并且从上一代的1+4+4的9核心设计，又重回了1+3+4的8核设计，总共用上了一个 X4 超大核、3个 A720 大核以及4个 A520 小核，就是2024非常标准的常规设计，并且今年的所有频率还是相对保守的设定。所以我们首先来测 Geekbench 5，Tensor G4 拿下单核1400，多核3814分。相比上一代 G3， 单核提升了 11%， 多核提升了 5%， 整体表现还是与同世代的 HN3 有不小的差距，更不用说更新一代的 A18 Pro、天玑9400和 HN4 了。并且，其实我比较关心的是，虽然大家一直在传 Tensor 明年会转单台机，但是 Google 是不是真的能够 hold 好架构设计？我觉得还是需要验证的一大问题。
因为看看隔壁棚的大师兄三星真正的亲儿子 Exynos 2400，其实今年的峰值效能和能耗表现都不算差，甚至在 GPU 的中高频能耗破天荒的比同时的苹果 A17 Pro 还要更好，战胜了火龙果。正当感觉老大哥终要迎来一抹曙光的时候 ，Pixel 这时候居然要转单，我个人还是蛮期待接下来的发展。对了，我们也拿 Tensor G4 和 Exynos 2400比一下好了。Exynos 2400的单核大概会比 G4 强上 16.4% 的差距，多核也在强上了 68.2%， 有趣。而在 GPU 表现上，我们来测 3D Mark Wide Live Stream，Tensor G4 拿下2577分，这个表现相比起 G3 提升 6.7%， 仍然落后 A Gen 3有一大段。我们也来同样对比一下 Exynos 2400，G4 也有着 70% 以上的效能差距。所以看到这边，说真的 ，Tensor 目前的状况已经不能把整个锅都倒在了三星的头上。毕竟 Exynos 2400的 CPU 中高频能耗是优于一代神 U 高通 A Gen 2的，然后 GPU 的中高频甚至略胜苹果的 A17 Pro。我就先讲到这边。接下来重点还是来看游戏的实战表现咯。这次我们的测试都尽可能控制在26度上下。我们直接就来测负载更重的原神须弥。坐在前面，今年的 Google Tensor G4 的调教依旧非常保守，在连续半小时的游玩下，我们手上的4台 Pixel 9全系列大约都落在平均36到40多帧的表现。以今年 A Gen 3最基础的机型都能稳定做到50多 FPS 以上的表现来说，不算出色。不过相对的，保守的调教 Pixel 9全系列的正反两面温度控制都很 OK， 最高也就是40度上下。不过这时候的平均功耗就已经来到4点多，接近5瓦，但毕竟没跑满嘛，对功耗的参考价值也不高。整体来说，我觉得测到这边其实就差不多了。我觉得明年的 Tensor G5 非常关键啊，毕竟最近 ARM 在跟高通闹别扭中，如果 Tensor 可以趁着这波风向拿到一些红利，像是用上最新的架构，然后搭着预期转单台积电的顺风车，直接来一波翻身，那真的会很精彩。然后我最好奇的另外一个问题是 ，Tensor 接下来的 modem 会想怎么解？就让我们继续看下去吧。而在续航力部分 ，Pixel 9全系列4台分别搭载 Pixel 94700毫安时，9 Pro 一样4700毫安时，9 Pro XL 5060毫安时，9 Pro Fold 4650毫安时，4款的电池硬体都算大。所以我们直接来实测 ，Pixel 9在帮你的续航测试中，全程120Hz 拿下13小时52分。而 Pixel 9 Pro 13小时26分 ，Pixel 9 Pro XL 12小时41分，而 Pixel 9 Pro Fold 的表现令人惊喜，外萤幕120Hz 拿下14小时4分，可以对应上同样萤幕规格的 Pixel 9续航成绩。内萤幕的表现就相对普通，主要是因为萤幕尺寸不小，拿下9小时38分。整体来说，今年4款没有意外的话，日常使用都可以达到1天1充的程度，没有太大问题。而在充电速度上，今年的速度略有提升哦。Pixel 9半小时充满 52%，1小时充满 86%， 完整充满耗时1小时30分。Pixel 9 Pro 半小时充满 52%，1小时充满 87%， 完整充满耗时1小时25分。Pixel 9 Pro XL 半小时充满 60%，1小时充满 90%， 完整充满耗时1小时26分。不过 Pixel 9 Pro Fold 就有点慢了，半个小时充满 45%，1小时充满 78%。完整充满要耗时1小时40分，不知道为什么 Google 只开了21瓦的充电规格给 Fold。以上测试我们也都是另外选购 Pixel 原厂的45瓦充电器测试出来的结果。生物安全辨识上，3台都采用超声波萤幕下指纹辨识，速度算不错。不过超声波就是要记得保护贴，记得要买超薄版本，要不然会不好感应辨识。不过 Google 的脸部辨识算快，通常脸部就会先解锁了。我们就直接进入到萤幕表现。这次的 Pixel 9采用了一块 6.3 寸 Full HD Plus 120Hz OLED 萤幕，没有 LTPO， 但是居然是标准版就做到了1800尼特的 HDR 亮度，2700尼特的峰值亮度。而 Pixel 9 Pro 和9 Pro XL 这边则是分别采用了 6.3 寸和 6.8 寸，两款都是超越 Full HD 接近 1.5K 到 2K 解析度的 OLED 萤幕。这两块萤幕就都支援1到120Hz 的动态更新率调节，亮度也是进一步提升到2000尼特的 HDR 亮度，3000尼特的峰值。
最后 Pixel 9 Pro Fold 这边外萤幕是跟 Pixel 9相同规格，不支援 LTPO 的 Full HD 120Hz 萤幕，亮度也是 HDR 1800尼特，峰值2700尼特。而内萤幕就是120Hz 的 LTPO 萤幕了，亮度则是1600尼特的 HDR 亮度，2700尼特的峰值。那在邦尼的频道，肯定是不止念念规格这么简单，我们还是要拿出我们整套几十万的设备来测一测萤幕的数据表现。首先来测基本的萤幕亮度。经过我们实测 ，Pixel 9在强光全白 HDR 亮度下，可以轻松突破1830尼特；在强光1%的显示面积下，更有着突破2700尼特的表现。Pixel 9 Pro 更强，在强光下的全白萤幕亮度轻松突破1900尼特。Pixel 9 Pro XL 也可以轻松达到1900尼特。而在1%显示面积下，9 Pro 和9 Pro XL 双双都可以达到突破3000尼特的峰值，亮度表现非常顶。最后来测 Pixel 9 Pro Fold， 外萤幕全白1800尼特，1%峰值2700尼特，内萤幕全白1750尼特，以折叠来说表现已经很好了，峰值达到2659尼特，非常优，没问题。接着来看色域色准 ，Pixel 总共提供了自然和自动调整2档选择，两档都是走色准取向。我们直接整理4款，总共5块萤幕的 CCT 都落在6500K 上下，而自动模式则是跟三星一样，会跟着讯号自动调整。经过我们实测，在成功触发 P3 讯源的条件下，系统可以自动达到97%到99%的 P3 色域覆盖，而如果没有成功触发的话，大概就是84%左右的 P3 色域覆盖。所以如果你看到测出来大概是80%左右的成绩，通常就是因为没有成功触发 P3 显示，而非硬体做不到。在意显色的朋友要特别注意。最后我们来看到色准，因为系统限制，目前我们只能测试 CCT 丢台。经过实测，总共4只手机5块萤幕 ，Pixel 的 CCT 丢台都很强。这个数字我们希望是小于2的表现，就代表够准；小于1就是非常优秀的意思。而你看，5块萤幕的 CCT 丢台都非常完美。另外，这块萤幕也是支援 Ultra HDR 的照片格式 ，Pixel 9系列拍出来的照片都可以直接呈现 Ultra HDR。而在外放上，3台都采用双喇叭设计。值得一提的是 ，Pixel 9 Pro Fold 居然采用了不对称的喇叭设计，展开横向之下，左侧的喇叭在下，右侧的喇叭在上。如果音量开大一点，其实是会感受到两者的发声高度不同。但是如果开中等音量，这个状况就会比较缓解。最后时间，我们会把4支的对比实测提供在片尾给大家参考。最后来聊相机规格，我还是快速的带大家过一次。首先是双镜头的 Pixel 9，采用的是1.3分之一寸的5圈画素主镜头，搭配2.55分之一寸的4800万超广角。9 Pro 和9 Pro XL 的相机规格相同，两台也跟9一样，都是采用1.3分之一寸的5000万主镜头，搭配4800万的超广角，然后再加上一颗4800万的5倍光学变焦镜头 ，sensor 也来到了2.55分之一寸，用料以国际市场来说，算是在水准上。最后 Pixel 9 Pro Fold 折叠受限于体积，主镜头只用上了2分之一寸的4800万画素主镜头，如果至少来个1.56分之一寸会比较有看点，搭配上3.4分之一寸的1050万超广角，但是居然塞了一颗1080万3.2分之一寸的5倍光学变焦，这点倒是有点惊喜。而在自拍镜头上 ，Pro 系列2支都是4200万的自拍镜头，9用的是1050万 ，Pro 则是内外2颗都是1000万。不过相比起规格差异，我更关心的是这个自拍镜头也太大一颗了吧，而且整个位置还偏下，也让状态链会占掉蛮大一块面积。而在录影部分，4款都支援 4K 60的录影规格，不过只有 Pro 系列3支拥有影片强化器的功能，也就是系统会将原始数据上传到云端，算出一个更好的版本，得到更好的影片录制效果，并且可以做到最高 4K 60以及 8K 30的格式。我们这边也提供一段处理前后的差异让大家参考。另外，这次还有夜视录影模式，这边也提供一段样片让大家参考。
好，接下来就不废话，以下就会提供样张供大家参考。最后的时间，我们也简单带一下 Pixel Watch 3今年最大的3个重点。首先是这一代加入了45mm的版本，我手上的这只就是
对于男生的手臂来说，45mm 还是比较协调一点。并且今年这块幕也迎来了大改款，这代升级到了支援1到60赫兹动态更新率调节，并且萤幕亮度也达到2000尼特的峰值。不过在处理器上跟2代相同，还是 Snapdragon W5 Gen 1。续航力上经过实测，功能全开之下大约就是1天1充的表现，最多也就是1天半左右的时间，建议是每天洗澡就取下来充电。在侦测功能上还是老样子，包括心率、血氧、皮肤温度等等都是系统自动测量，无法自定量测细节。另外，这代也支援了心电图测量了。此外，进阶功能还是需要额外订阅 Fitbit Premium 才能用到，但入手会先送6个月，可以先体验。好啦，今天节目就先到这里，希望大家还看得开心。如果你喜欢这样的数据实测节目，现在就订阅邦尼支持我们，这对我们来说真的非常重要。当然，也欢迎透过 YouTube 的超级感谢按钮，或是直接加入频道会员赞助我们，完成更多有参考价值的实测节目。好啦，如果还有任何问题，或是邦尼团队没有测到的，欢迎底下留言一起讨论。我是驴子，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啦！如果喜欢本期的节目，不要忘记订阅邦尼，并且打开小铃铛，及时收到我们最新的评测通知。当然，你也可以在 Facebook 邦尼 AI 小助理、Instagram 以及 Line@ 找到我们。如果还有其他问题，别忘了底下留言。那我们就下期影片再见喽！